夜深了，窗外只剩下几盏灯，城市的呼吸慢下来了，很慢很慢，像一只疲惫的猫终于蜷起了身子。你终于摘下白天的面具，你终于卸下身上的标签。此刻这个频道里只有你和我，还有一盏不会被任何人熄灭的灯。今天晚上我不聊成功，不聊效率，不聊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只想陪你说说话，就像老朋友隔着桌子在深夜的暖光里轻声聊天。你不需要回应，你只需要听，你只需要让我们先做一件事吧，把你今天扮演的所有角色轻轻脱下来。你不是谁的员工，不是谁的父母，不是谁的子女，不是谁的爱人，不是谁的依靠。现在你谁都不是，你只是你自己，一个坐在这里呼吸着的活生生的人。感觉一下你的肩膀，它是不是一直绷着？从早上睁开眼，它就替你把一整天扛到了现在。感觉一下你的呼吸，它是不是已经很浅了，像一条不敢大声的河流。试着深呼吸一次，吸进来，慢慢的让空气一直沉到小腹，呼出去，慢慢的把今天的重量交给夜色。很好，这个空间是你的，这个夜晚是你的，没有人要求你，没有人评价你，没有人等着你回复消息，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做了。那么在这片安静的深处，我想和你分享一本书，一本很薄却陪我走过许多黑夜的书。书名叫做《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》，作者是德国作家赫尔曼·黑塞。读它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深夜，就像现在，一盏台灯，一杯温水，一段没有名字的音乐。书页翻开的时候，世界就安静了。你会见到的，你会遇到一行字，像一个久别的人站在路口等着你。那行字是这样的：我并非热爱孤独，我只是不再勉强自己去迎合世界，在无人的角落，我自成宇宙。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手指停在书页上，很久很久，没有翻过去，鼻子有点酸，喉咙有点紧，眼眶里热热的，就像有人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你的肩。他什么话都还没说，你就想哭了，因为你知道，他懂，他懂你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，他懂你那些不得不笑着点头的瞬间，他懂你在人群里突然感到的空洞，他懂你回到家把包放在地上，在玄关坐了很久的那种累。那一瞬间我才明白，原来独处不是被世界抛弃，而是你终于有资格自己邀请自己回到内心。你终于可以把门关上，把手机的提示音关掉，把别人的目光关在外面。你终于可以只面对自己，不必表演，不必解释，不必成为一个他们期待你成为的样子。你只是安静地坐着，听自己的呼吸，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，不挣扎了。就这样静静地浮着。是的，你不是热爱孤独，你只是终于累了，累得不想再演了。这恰恰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。让我先把这句话拆开讲给你听。我并非热爱孤独，这句话先轻轻地否定了什么？它不浪漫化孤独，不把孤独说成一种高贵的姿态。它承认了人本来是需要同类的，人是会害怕安静的，是会害怕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过节，一个人生病的。黑塞没有假装他很享受这些，他只是说，我不热爱它，但我也不再害怕它，我不再勉强自己去迎合世界。这一句是整本书里最倔强的一句。迎合是一份很累的工作，你要记住别人喜欢听什么，
你要藏起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你怕冷场，你怕沉默，你怕让人不舒服。于是你把自己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像一棵被缠上铁丝绑成盆景的树，看起来好看，可是每一个关节都在疼。黑塞说的是，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这个了。我接受不被一些人喜欢，我接受被一些人误解，我接受有些热闹本来就不属于我，但我不再为了融进去把自己掰成两半，在无人的角落我自成宇宙。这是全剧里最亮的一盏灯，意思是说，我不再向外索取光和热了，我心里的光够用了，我自己的天地够大了，我可以在我的角落里安放我所有的想法，我的伤口，我的温柔，我的怪癖，我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笑话。在那里，我不需要被批准就可以存在。这就是黑塞说的自在。很多人以为能写出这样通透句子的人一定活得很轻松，他不是，他这一生几乎是从破碎里一点点爬出来的。让我慢慢地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1877年，他出生在德国南部一个叫卡尔夫的小镇，那里有黑森林，有山坡，有葡萄园，有常年潮湿的带着木头和泥土气息的空气。他的父亲是传教士，他的母亲也是传教士的女儿，他的外祖父曾到过印度，家里堆满了远方寄来的书和物件，那是一种虔诚的、严谨的，带着几分禁欲色彩的氛围。按理说，他应该走一条顺从的路，被塑造成一个体面的、有教养的孩子，但黑塞从小就倔强、敏感、爱幻想。他7岁就开始写诗。他说，他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躲到花园里，看蚂蚁搬家，看蜗牛爬上石头，一看就是一下午。他和大人们说话，常常冒出一些古怪的问题，大人们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怪。他12岁那年被送进神学院，那是一所非常严格的学校，清规戒律，作息严明，连走路都要按规定的姿势。对于别的孩子来说，也许忍忍就过去了，但黑塞受不了。那种感受到的窒息像一只手掐住了他的喉咙。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不肯假装。他终于在一个深夜从学校翻墙逃走了。他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没有钱，没有方向。他在田野里，在森林里躲藏和游荡。他害怕，但他更害怕回到那个让他喘不过气的笼子。他后来在书里写道，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，我一直知道我要走的路和别人不一样。这一逃，在大人们眼里就是堕落。他被送回家里，他挨过打，他被羞辱，他被看成是一个让家庭蒙羞的孩子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被当作异类，那种被评判、被矫正、被隔离的感觉，像一个钉子钉进了他的骨头里。他一生都在用力把那颗钉子拔出来。后来他进入社会了，他做过钟表工厂的学徒，他做过书店的店员，他卖过书，搬运过书，整理过书，他每天和书生活在一起。那些书像沉默的朋友，一个接一个认领了他孤独的青春。他说，在那些年里，书籍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唯一不会赶我走的家。他一边打工，一边写作，他的诗与文章开始被一些编辑注意到，他出名了，开始出了第1本书，然后是第2本、第3本。他结了婚，他搬到了伯登湖畔的乡村，他有了孩子。表面上看，一切都在走上坡路，可黑塞的内心从来没有平静过。他敏感，他失眠，他时常被巨大的忧郁淹没。他努力地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他努力地写作，想养活一家人。可是命运开始打碎他，一块又一块。1914年，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，
整个欧洲像一架疯狂的机器开始运转，所有的报纸都在鼓吹战争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高喊爱国，可黑塞站了出来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，战争的狂潮里，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千百万人正在流泪。他号召青年们不要被虚假的热情所迷惑。这一篇文章像一枚炸弹落进了狂热的人群里。他被骂了，被骂得体无完肤，被骂成叛徒，被骂成懦夫，被骂成德意志的耻辱。曾经的朋友开始疏远他，出版社冷淡他，报纸封杀他。他去参加朋友的聚会，人们在看到他的时候会转过脸去。他走在街上，能感觉到背后那些眼光像冰一样扎在背上。他努力地解释，没有人听。他试图写文章辩护，被编辑退回。他发现自己忽然成了整个世界的边缘人，而这个时候他的生活也在崩塌。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他的一个儿子得了重病，他去照料孩子，自己也病倒了。他的婚姻亮起了红灯，他和妻子之间隔着许多无法言说的裂痕，他的精神濒临崩溃。他住进了疗养院，那是一段黑暗之极的日子。他被确诊为抑郁症，他在疗养院的房间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。他望着天花板，听着别人的呼吸声，觉得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监牢。他给朋友写信说，我像一个摔碎了的花瓶，所有的碎片都在地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捡起来拼回去。那时的他已经40多岁了。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国家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所有曾经相信的东西。他不是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，他是被绝望泡透了的。你明白吗？他不是在书斋里写一些漂亮的关于孤独的话，他是在自己的废墟里一块砖一块砖地为自己重建一间屋子。所以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他的血，他的泪，他的温度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，他是那个在黑暗里和你一样害怕却依然往前走的人。他懂得孤独的滋味，因为他住过孤独的牢房。他懂得不想迎合的倔强，因为他曾被整个世界误解。他写的从来不是鸡汤，他写的是自己，然后他把它递给你。现在让我们停下故事，陪你一起看看你自己的生活。因为我知道你之所以会点开这个音频，会在深夜听一个人读书，一定也有你难熬的时刻。那种至暗时刻通常不是轰轰烈烈的，它不在热闹的白天，而是在你以为自己能睡着的深夜。房间很安静，安静到你听得见冰箱的嗡鸣，安静到你听得见自己的心跳，安静到某种声音忽然变得清晰。那是回忆翻找抽屉的声音，是过去的某句话被按下重播键，是你没有回答好的那个问题，是你辜负过的那个眼神，是你错过的那一个拥抱，是白天里别人随口说的一句玩笑，是你本想反驳却只是笑了笑的那份不甘。它们像旧书页，一页一页被风翻起来，哗啦哗啦。你闭上眼睛，它们更清晰了。你坐起来，你看着窗外的路灯，灯光昏黄，照着空无一人的街。你开始想，今天中午大家一起去吃饭，有没有人叫上我？你开始想，我发的消息他怎么还不回？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？你开始想，他们私下里会不会觉得我特别奇怪？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太不合群了？是不是我应该改变自己，才能被人喜欢？这种时候，孤独不是一个文雅的词，它是一种身体的感觉，是手指冰凉，是胸口发紧，是胃里的悬空，是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却觉得
像被人遗弃在荒原。你翻看手机，朋友圈里大家都很热闹，他们在笑，在聚会，在庆祝。你却发现你越刷越空。你关掉手机，黑暗重新吞没你。你不想哭，可眼泪自己流下来了。你恨自己，告诉自己别这么矫情了，振作起来。可是没有用。亲爱的你，我很想告诉你的第一件小事就是，这不叫矫情，这是一种真实的疼痛，是你身体在告诉你，你累了，是你灵魂在告诉你，他需要休息了，是你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已经一个人走了太久。你需要的不是责备自己，不是打起精神，不是强迫乐观，你需要的是被允许，被允许沉默，被允许难过，被允许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如果你愿意，现在把手机翻过去，屏幕朝下，让那一片蓝光离开你的眼睛，然后轻轻地允许自己。就是这样，你做得很好。也许你也有这样一件旧物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失眠最严重的那段时间，床头永远放着一台很小的旧闹钟。不是因为他还会响，他早就坏了。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奶奶留给他的闹钟的玻璃面上有一道裂纹，指针停在晚上9点17分。他说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台闹钟拿起来握在手里，凉凉的，沉沉的。他闭上眼睛，就能想起奶奶坐在厨房里给他煮面的背影，想起他手上那些粗空的温暖的口子，想起他对他说，哼，多吃点，不要紧的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句话了，没有人再叫他坑了。可是当他把闹钟握在手里的时候，那句话好像又从很远的地方飘了回来。他说，我不是真的想修好它，我就是想有一个东西能提醒我，我被人毫无条件的爱过，哪怕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这份爱还留在这间屋子里。所以你看，有些温柔不会因为人的离开而消失，它们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，住进了你的身体里。你的旧物是什么？也许是一件毛衣，也许是一张车票，也许是一块已经磨得褪色的表，也许是一封你读了无数遍的信。如果你的旧物还在，今晚去看看它吧。如果它已经丢了，没关系，你记得它，它就还在，它存在过，它就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一个洞，而那个洞正是光可以照进来的地方，就像一块田被犁过的痕迹，来年会开出不一样的花。那些斑驳的、残缺的、带着旧伤痕的东西，恰恰也是你的一部分重量。它们让你落地，让你不致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。黑塞也有一块这样的地方，在他人生最灰暗的那几年之后，他搬到了瑞士南部的提契诺。那里有湖，有山，有栗子树，有意大利的阳光，有漫长的缓慢的下午。他租了一栋简单的房子，在湖边的山丘上，他一个人住在那里。他的婚姻彻底结束了，他的儿子们跟着母亲生活。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他不看书，他不写字，他只是看水波是怎么一层一层推开的，看云是怎么一朵一朵走过的，看一只鸟单脚立在石头上，仰着头发呆。他的邻居们说这个人好奇怪，他什么也不做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任由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。可是正是在那些什么也不做的时刻里，黑塞慢慢地把自己救了回来。他的转机来自于一棵树，那是一棵老栗子树，长在他的窗前。有一年夏天，一场大雷暴劈中了它，树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，从下到上
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刻在他的身体上。村里的老人看了，摇着头说，这棵树活不长了，伤得太重了。秋天的时候，那棵树的叶子落得干干净净，冬天的时候，它光秃秃的站在雪地里，像一具骸骨。黑塞每天看着他，他想，他大概真的不行了。可是第二年春天，当湿润的风从湖边吹上来的时候，那棵树的伤口旁边冒出了新芽，不是一根，是很多根，小小的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从粗孔的伤口边缘挤了出来。阳光照着它们，它们像新生婴儿的头发，柔软而倔强。黑塞站在树下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摸着那些新芽。他忽然流下了眼泪。他不是难过，他是忽然懂了，原来伤口是可以和生长并存的，原来生命并不需要完好无损，原来一棵树可以在自己的伤疤上重新长出叶子，原来他不需要假装那道裂痕不存在，他接纳那道裂痕，他把阳光变成养分，他把雨水变成枝叶，他带着伤继续活着，而且比从前更茂盛。那棵栗子树后来成了黑塞每天写作时抬头就能看见的风景。他把那个画面写进了许多篇文章里。他说，万物都有伤口，而光会从伤口照进来。你发现了吗？至于黑塞的，不是宏大的道理，不是励志的口号，不是别人的安慰，而是一场雨，一棵树，一朵花，一阵风，是泥土，是湖水，是树叶间的光。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反而拥有着最温柔的力量，因为他们不评判你，他们不要求你振作，他们只是在那里，像一面镜子，安安静静地照着你，让你看见世界还在，生命还在，你也还在，这就够了。后来黑塞开始学着和泥土相处，他在房子周围开辟了一小块菜地，他种番茄，种豆角，种生菜，他每天早晨去给它们浇水，他的手指插进泥土里，感受那种微微的凉爽的湿润。泥土是黑的，松的，带着腐殖质的清香，他的指甲缝里会嵌进一些细碎的土粒，他不再觉得那是肮脏的，反而觉得那是真实的。他的衣服时常沾着泥点，他的鞋总是带着泥。村子里的人渐渐习惯了这个奇怪的外国人，他们路过他的菜地会和他打招呼，他会直起腰，用不熟练的意大利语笑着回应。他有时会把多余的菜分给邻居，邻居们也回赠他一些南瓜或者一瓶新酿的酒。他开始觉得生活不是一定要变得多么了不起，生活可以是这样的，可以是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弯着腰种一小块地，可以是松土的触感，可以是浇水的声响，可以是种子破土时那一点点惊喜。他不再强迫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他只是活着，像一棵树一样简单的活着。他仍然写作，但写作不再是向世界证明自己，而是与他自己的对话。他在纸上写下那些盘旋在心里的句子，写完读一遍，像是给一个老朋友讲了今天发生的事。他不再焦虑这些句子会不会被全世界读到，他在写的时候就已经被治愈了。他仍然会有痛苦，他仍然会失眠，他仍然会在某些夜晚想起那些背叛与误解，心里隐隐作痛，但他知道了，他接受，他不对抗。他在悉达多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，世界便会在他心中变得明亮。这就是黑塞的顿悟。独处不是逃避，独处
是一种修行，是在内心的废墟上重新打地基，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地把散落的自己一块一块地拼回来。你也是在拼的，你只是没有别人用力的鼓掌，但我知道你在，我看见你了。亲爱的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也试着从一棵树开始吧，不用很大的树，一棵普通的行道树就可以。明天傍晚下班以后，找一个有树的地方，不要带手机，不要听歌，就站在那里，或者坐在它旁边的长椅上，先看它的树干，看它上面那些深深浅浅的纹理，像不像一张写满字的脸。再看它的树皮，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，露出里面的更浅的颜色。看它的枝条照不同的方向伸出去，有的粗，有的细，有的笔直，有的弯曲。看它的叶子在风里轻轻地晃动，沙沙沙沙，像在说一些你听不太懂却感觉温柔的密语。然后伸出一只手，轻轻地把手掌贴在树干上，感受它的温度，感受它粗糙的起伏的表面，感受在它皮肤之下那些安静的流动的枝叶。你会发现的，原来世界还有这样安静的一面，原来你自己也可以这样安静。原来安静不是空白，安静是一种被充满的感觉。你会觉得自己的呼吸慢下来了，你会觉得肩膀又松开了一点，你会觉得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像树叶一样落了一地，你不用马上把它们扫干净，就让它们落着吧。你是树，不是那个打扫落叶的人。这个办法是我自己试过很多次的。每当我要被世界的声音淹没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棵栗子树，想起那些从伤口里长出来的嫩芽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带着伤也可以生长，慢一点也可以到达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棵树的形状，你只要活着，让自己从脚下开始站稳。那么我想请你记住最重要的一件事，精神的自足不是为了永远逃避世界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为了在内心建一座坚固的房子。当外面的风雨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到房子里稳稳地站着，不被吹散。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聚会散场以后，忽然涌上来的空落落，答应帮别人的忙，对方却连谢谢都没说，辛辛苦苦做完的事被一句话全盘否定。你微笑着点点头，转过身去，笑容就塌了。你回到自己的屋子，你坐在床上，你发呆，你没有被任何人看见。就是这种时刻，我需要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。那个地方不是一张床，不是一个沙发，而是你心里那个被你自己认真布置过的角落。那里不需要热闹，不需要评价，只需要你和你的本心。当你心里住着一座房子，你就不会那么害怕被人拒绝，被人忽视，因为你知道你还有地方收留自己，你还有地方为自己点一盏灯。还记得黑塞那句话吗？在无人的角落，我自成宇宙。一个人真正的成熟，是从不再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开始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怕一个人，我怕聚会的时候没有人叫我，我怕发出的消息很久没有回音，我怕别人在背后说我奇怪，我怕一个人去食堂，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走在人群里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演一个合群的人，我学会了很多口是心非的客套话，我学会了在不喜欢的地方露出喜欢的笑容，我学会了把真正的想法咽回去，换成一句我都行。我学会了在聚会里当一个气氛的补丁，
哪里冷场我就去哪里填。我以为这样就能被喜欢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那些人记住的并不是我，他们记住的是我演出来的那个人。而那个真实的我，一直站在人群外面，看着自己，像个局外人。那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种孤独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在一起，你却必须假装成另一个人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我读到那个句子，我并非热爱孤独，我只是不再勉强自己去迎合世界，我才终于敢承认，我需要的不是被所有人喜欢，我需要的是和自己好好相处。当我放下那个我必须被喜欢的执念，我发现我的心慢慢的变得稳了。我在走进人群的时候，不需要带着一张随时准备讨好的笑脸，我不再怕冷场，我不再需要用不停说话来证明自己被接纳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明天所有人都离开我，我依然有地方可以回去，我依然能把夜晚过好。我心里有底，我知道我是谁，这样的我回到世界里反而更从容了。我不再害怕失去谁，因为我的重心回到了自己身上。我不再害怕被误解，因为我知道脚下的地基在哪里。我不再害怕喧哗，因为我有自己的声音。你看，这就是黑塞留给我们的礼物。独处是精神的自足，是灵魂的安放，是你给自己修的一座避风港。当你有了这座港，你再去出海就不怕风浪了，因为你永远知道有一个岸可以回来。那个人群里的你，那个白天的你，那个扛着责任的你，依然可以去生活，去爱，去闯。只是当他累了的时候，他有了一个可以回家哭一场的地方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。他让你变得完整。黑塞晚年依然住在提奇诺，依然和邻居们来往，依然会给朋友们写信。他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，他反而比从前更懂得如何爱眼前的人了，因为他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爱来确认自己。他心里那盏灯已经自己亮起来了。1946年，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那一年他69岁。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正蹲在花园里给一丛天竺葵松土。记者们赶到的时候，他还在花园里。他们问他，获奖了，您有什么感想？他说，花比奖杯重要。他没有去斯德哥尔摩出席领奖典礼，他留在家里给花浇水。他给朋友写信说，他们愿意给我奖，我很高兴，可是我的生活不会因此改变。明天早上我还是会给那些向日葵挪一个位置。你听，这是多么笃定的一句话。一个活了将近70岁的老人，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人的掌声而活着了。他只想把眼前这一天过好，把他的花园过好，把他的书过好，把他那颗心过好。这世间最难得的事之一，就是终于不需要再向外界证明自己了。而当你走到那一步，你会发现世界没有变，但你看世界的眼光变了。人群没有变，但你走在人群里的姿势变了。你不再那么紧张了，你不再时刻准备着去解释什么，去辩护什么，去修补什么。你像一棵树，舒展地站在风里；你像一湖水，平静地映着夜空。你不必说什么，你只是在那里就已经很好了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把这本书轻轻合上，让这个夜晚回到它本来的样子。你看窗外，夜色很温柔，也许有风，也许有云，也许有月亮正挂在天边树梢，轻轻的黄草叶上挂着露珠。远处的灯一盏一盏熄灭了，大地准备睡了。
你也该准备睡了。我想用书里的几样东西为你做一个祝语，这是黑塞留给你的礼物，愿你在入睡以前，把今天所有的疲惫都还给白昼，愿那些刺耳的言语像水一样从你身上流走，不留下痕迹。愿你像那棵栗子树一样，带着伤，也带着春天。愿你的伤口旁也能冒出新生的嫩芽。愿你再也不必勉强自己去迎合世界。愿你可以在无人的角落里安安心心地成为自己的宇宙。愿你在未来那些独处的夜晚里不自责，不慌张，不害怕。愿你有一座房子住在心里，风雨来的时候你可以回去。愿你把日子过成一棵树的年轮，不紧不慢，一圈一圈，每一道都算数。而我会把今晚的这一束灯光继续留着，等你下次夜深了再来坐坐。我一直在的，我会在每一个这样的夜晚拿着这本书等着你。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人，你只是正在成为自己的路上。你一直在路上，这很好。现在关灯吧，放下手机，盖好被子，深深地呼吸一次，再呼吸一次。我听得到，我喜欢听到你这样呼吸，就像风吹过栗子树梢，就像湖水轻轻拍着岸边，就像一枚嫩芽在黑夜里安静地舒展。就让它带着你入睡。晚安，好梦，明天见。